我记得自己一定会在饭店附近找一家这个拉面店来吃这个拉面。那点拉面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点一盘这个小煎饺哦。这个日式的煎饺呢，一口一颗，这个酥酥脆脆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只要靠着这个猪的绞肉跟市售的这个水饺皮，就可以在家简单的制作出好吃酥脆嫩口的这个日式煎饺哦。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在家简单就可以自制日式煎饺呢？这个是我们刚刚放到冷藏室哦，冷藏大概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调好的这个肉馅哦。那因为我们有打水进去，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水哦吃不进去的话，没有关系。这时候这些水哦，你可以把它倒掉，因为我们打了不少水进去，所以它表示肉已经吃不进去了。那这些水我们可以把它去除，非常简单。反正你用尽各种方法，有人用这个厨房纸巾吸掉也可以哦。因为我们打了大概可能有将近100cc 到150cc 的这个水哦，所以这个肉会非常的嫩口，而且会爆汁哦。那我们就来包了。那这个今天我们的水饺皮哦，就一样是从这个菜市场所买的哦。那你要自己做哦，我们下次再来教大家怎么自己在家自己擀水饺皮也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包这个。那日式的煎饺，如果大家有在拉面店吃过的话，应该会有这个印象哦，就是日式的这个煎饺哦，它通常这个边边是折纹很多，就会看起来很可爱哦。好，那我们拿出来的水饺皮，其实它已经松弛好了，我们就拉一拉。好，那这时候呢，这日式的煎饺，因为我们需要包的折纹很多，所以记得这个馅料不要过多哦，不用像台式的这个水饺，我们要故意要让它很爆馅哦，很饱。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太饱，否则你会很难包哦。好，那我们这时候要开始打折了哦。1折，好，我们动作慢，好，2折，按到折以后，我们就稍微压下去一点啊，再拉过来，再压下去。好，那我们就放在这。真的觉得这个打折哦，很不会打的朋友没关系。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就是呢想办法把这个边边哦，可以用力的捏紧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粘不起来，你可以沾点肉汁哦。这个里面有很多汁，你就沾点肉汁哦，就可以把它粘得很紧了。那通常粘好的人呢，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然后你让它站着啊，如果你觉得还是很不好看哦，那我们再教你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你在这个方法包的确肉馅可以比刚刚那个稍微再多一点点没有问题哦。好，那我们就这样子，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封起来，整面都封哦。好，那压扁，那这个好处是你压的有这个波折很大的话没有关系，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你只要压紧哦，让它站着一样可以煎哦。就比较单调，我们就继续打折哦。这个方法成功率应该比较高，因为刚刚那个方法哦，老实讲连我自己包的都还不是特别漂亮哦。那这个方法 OK， 所以包水饺很好玩，我觉得很像在做小朋友的这个劳作哦。再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尽量哦用手让它压得很薄，虽然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很宽，没关系，因为我们要准备再打折哦，1折，反而这样子会让这个皱褶很漂亮哦。每一个折打完了以后都要压哦，然后可以有一点点的距离哦。这个多做几次一样就会越来越上手了哦。那我也是从很多次的失败在这个像通常我做这个水饺，我可能好几天哦，家里人都会吃水饺。好，如果我做煎饺，家里人会好多天都吃煎饺，因为我习惯呢会试不一样的食谱哦，还有这个做法。好，就是这样子咯，我觉得好了哦。那这时候温度很够，我们这时候就把油下去，让它油也产生一些油纹哦，那就 OK 了。那这时候呢，锅子就保持中小火。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饺子哦放下去以后，我们稍微的煎个这个1分钟左右，让它底部哦有点这个呈现一点点的黄。我们这时候再下这个面粉水哦。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做冰花煎饺，所以我们就不在意这个花了。那你可以用任何的这个粉浆哦，你如果调成比较浓的话哦，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底会比较脆一点。那如果你喜欢薄的话，你就尽量调稀一点了。你也可以照着我说这个冰花煎饺的比例，大概10公克的淀粉配上250公克的水哦，这样子调出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下，我们煎了1分钟左右，底已经这样子，那差不多咯。我这时候呢就要把粉浆水给下去了。那我这时候开大火，好，我们下粉浆水。那也是腌到水饺大概1/3左右的状态，那我们就要把它好，那这时候就让它开始煮咯，这个半蒸半煮的状态啊。等一下，我们现在有听到布噜布噜的声音哦。那等一下呢，等到煎好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它里面可能已经是干掉的声音，这时候我们就要打开锅盖哦，然后呢大概再煎一下哦，整个干了的话就可以铲起来。现在呢已经没有听到声音了，我们这时候打开盖子，我们发现真的水大概已经蒸发咯。那这时候我又把火调到大概中小火哦，因为我怕这个时候很容易焦哦。那我们就调整一下，然后继续把这个所有的水分都煎完。这个水哦全部都蒸发完了哦，而且我看到这个粉浆的部分其实已经可以分离了哦。我们把它弄破了没有关系哦。那我刚好其实是用冰花煎饺的水，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子铲起来，你看非常轻易哦，它是不粘的哦。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煎饺的背面了哦。好，非常的酥脆哦，就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摆盘以后就可以上桌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日式煎饺，皮脆汁多的日式煎饺，真的很适合有空的时候在家自己制作哦。厨房在我家，也可以在你家哦。